花生日常，清澈的小溪，可以在这边拍照，看起来好舒服哦，满满的肉。今天我们骑着机车前往乌来，要来介绍我们的千元游乌来啦。第一站先抵达的是位于新乌路2段的哈尔冰棒，据说在地人都来这间买冰哟。可惜特殊的数位冰棒这阵子缺货啦。先试吃米糕口味，有一个酒酿的香味，还不错，蛮香的，有一点点那个桂圆的味道，浓浓花生的香味。仙草口味，就是仙草蜜，然后去做成冰的那个感觉。百香果口味，你打开就很香的那个百香果香，带有一点点的百香果酸。我们等下吃完就要去台电的电厂再继续吃。它现在非常的先进，买冰要先抽号码牌，还要先填单，这么麻烦，然后你取号还要再听号码牌。对散户不是很友善。对，我们在等待的期间，我们来比较一下。那这边的话就是大家都要抽号码牌，然后排队。那我抽到245号，现在才218号哦，所以我们还要等很久才能买。那更不用说拿到冰棒。再来看看环境，电厂这边的话就是开放式的，大家就是露天在外面坐。那相比我们刚刚那个哈尔冰棒的话，可以让你舒适的吃，因为它是冷气房里面，然后又有椅子，因为不会有这么大量的游客，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慢慢吃，吃完一只再买一只。对于想要坐下来不要赶着吃的那种，我觉得哈尔冰棒会相对的比较舒适。我们排了一下下，终于等到了，大概约莫过了15分钟吧。我们这一次买了4只，来试试看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先吃重复的百香果跟米糕。前一家的米糕是有淡淡的酒香，我记得米糕应该是都有那个味道。对，然后就酒驾。它就是一样啦，就是有米粒，然后有桂圆。我刚吃第一口的感觉是前面那个哈尔那间的酒香味比较重，这一间还好。我觉得比较有糯米的米粒的感觉。那甜度，我觉得电厂这边的甜度比较甜。那我们来试一下百香果。然后这边真的很多来买的人，他们都是一次带整箱，什么100只、200只，刚刚最多有带到500-600只的。540只。对。百香果。我觉得刚刚那一间的百香果味比较重，刚刚那间是有一个那个百香果酸的那个。对，你刚刚那个一打开就马上就有百香果香味。对，但是这个还好，没有那么重的感觉。接下来是这2个是刚刚哈尔那边没有的，就是凤梨跟牛奶。那也有牛奶，这我们没有点。真的吗？有很浓的牛奶香吗？不知道牛奶里面葡萄干、桂圆吗？牛奶里面就有桂圆。就是这个牛奶冰棒里面放的是葡萄干，那牛奶蛮香的。让我有想到那个瑞穗牛奶冰棒的那种感觉哦，但是这才10块而已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可以的。10块钱的牛奶冰棒，试一下凤梨的口味，它有点像是我们外面点的那种凤梨冰茶解冻的那种感觉，可是我觉得它的凤梨味没有到很重，凤梨要弄到很浓的比较少见，就是清淡的那种，就是凤梨的香味这样，而且它是属于那种不会太甜，也不会太酸，就是有一点点味道，也可用的清冰，然后加一点点凤梨汁的那种，就一点点味道这样，还蛮舒服的。OK， 这个可以。那我来总结一下，相较于这2间店呢，如果说大家要吃的话，比较推荐去哈尔那间，这边实在是等的有点久，太可怕了，有点热。我们要继续往乌来前进。的泰迪 boy， 嘿，今天整个乌来老街的人潮比我想象中的还是少了点。现在是中午12点半，然后也有可能大家都已经坐进餐厅里开始吃了，所以大家都不会在外面。但是还是觉得人潮少了点，香肠还是在排，就是老街最末端的香肠摊，有2家，你想要吃哪一家？我们大部分都买这一间，那这就是我们每次都会来买的香肠。它之前吧，它就是快到桥那边去。对，所以乌来的人潮还是相对的少。那生香肠可以论斤卖。我要2只香肠，然后1个棒棒腿，所以他还会先给袋子，有点像士林豪大大鸡排一样，就叫你把袋子准备好，然后他把它插进去。然后等香肠的过程，我们就来剥大蒜。
我拨好之后，它就掉进去了。揽胜大桥，就是它在挖洞。它在渗很像臀，对，有点像。有遮阴之后就好凉哦。那这是我们的香肠，刚刚有刷了它特制的辣椒酱，跟撒了这边的孜然粉。这样一只35块，还蛮好吃的。但是我的酱觉得好像没有刷够，所以味道没那么重。那后面就是这个南势溪，我看到扛棒了，南势溪。那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腱子肉。对，我好像第一次看到它有这个东西。那它是把它剪开，就是烤完之后有剪开，剪3块的样子。1块是带骨的，然后2块纯肉，然后它会把它化开，上这个烤肉酱。它其实也相当于3只香肠的重量。来看第1块，还蛮入味的，也不会柴，肉汁还蛮多的，但它只有假日才有哦。这个肉算是蛮软嫩的，对啊，第一口吃有点那种在吃鸡腿肉的感觉，不柴。说我是不是吃错肉？点错肉，还不错，然后味道也蛮入味的。喜欢吃猪肉的朋友，它的香肠你其实很难形容说它的好吃的点是什么，但是它就是味道是你很可以接受的那种香肠，每次经过都会想要来吃，但你很难去描述说它是怎么样的好吃法这样。这就是国民美食。对，而且它就是一个很平价的价格，35比平地还便宜。那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新桥上的特色，那就是这个算是天空步道的迷你版，就是延伸出来一块，然后底下是玻璃。那因为太阳太大，所以事实上我什么都看不到。帮你们看一下这个下面的。对，下午可能会比较明显，就是不要太阳在正上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得到下面的河。那现在往下只会看到太阳。我走过来看就是这样的景色，清澈的小溪。这个要保养要花蛮大的功夫。它刚刚是右边那里，然后左边这里也有一个。对。然后一样是可以在这边拍照。不要站上去，你反而看得到底下。哦，这边看得比较清楚。对，你站上去之后，太阳一照，你往下看就只看到反射。那这边就是乌来有名的乌来台车啦。不过因为我们这次没有要搭台车，所以还是让大家看一下而已。乌来台车旁边这里有一个新盖的厕所。其实今天天气真的蛮好的，可以看到这个水流流过，然后天空的云。杏仁豆腐、杏仁冰沙，冰沙怎么卖啊？45。冰沙好。好。也有来配，那连信用卡都收。没想到这边竟然支持多元支付，乌来是一个进步的地方，还蛮方便。所以好喝吗？还蛮浓的，然后有冰沙感，但是就是第一次用咖啡杯喝冰沙了，我觉得会喝起来有点辛苦。没有，它这应该是比较像是那种红茶冰的感觉，就是它是杏仁茶，然后里面加一些碎冰块，也是有那种感觉。反正你就把它当做是杏仁茶来喝就好。对，但味道还算蛮浓蛮香的。吃饱了，大家都出现了。那要买什么小东西，等下去那一栋的时候可以吃。好，这是他们的居民代表会，这是一整栋，就是有一点应该说原住民风格的一个建筑。有图腾，阿嬷的店，7菜1汤799，有点看起来蛮便宜。哈哈，发现一个特别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叫做小米露。对，那刚问一下老板，他是用小米酒去做的这个鸡尾酒，来试喝看看。我觉得这样一杯30块，好像稍微有点小弱，因为它就是养乐多的成分，然后加一点点可能小米酒，可是那个小米酒的成分没有到非常的明显。是如果想喝还是可以喝喝看啦。尝个鲜，一份炸皮蛋，然后一个原味甜甜圈。到内洞，鸡菜要不要钱？然后大家都停着，
今天要来用这个优惠境内豆。是的，2个，用身份证。那要免票的。对。好。我们签名了。好，来，妈妈这边签名哦，谢谢。谢谢。那我们内洞有3个走法，第一个是这个是观瀑布道，这是最短的，它大概30分钟。然后这个观景步道是50分钟，然后这个森林浴步道也是50分钟。对。那我们最简单的走法就是走观瀑布道，这样过去再回来。对。最简单。那最困难就是这样过去，然后绕一圈再回来。那我们要选择哪一个呢？那我们不急着下决定，我们就是先走观瀑，先走观瀑，然后走到这里的时候再决定看累不累，要上去还是要下去。对，我们先去往瀑布区移动，这平台线承载20人。超过20人，他就有可能直接掉下去。有可能。你知道掉下去的英文是什么吗 ？Drop。错。Lucky。大家学会了吗？掉下去的英文就是 lucky， 代表你会带来好运哦。有机会就往下跳。对。不是有一个什么图像式学英文法吗？如果你不知道 lucky 的要怎么记，就是记掉下去就好。尤其是教长辈的时候。成功了。对。那基本上目前看起来，这个观瀑步道它是算是一个蛮平坦好走的一个道路。然后它沿着溪谷，那不会有太大的起伏。对。然后也没什么太阳，不过好像也没什么风。然后它下面有一个缆沙坝，那这一块就是算是一个小水坝，下面这边就是这个发电，应该算是发电系统吧。这边跟大家补充一下，就是内洞森林园区好像，之前不知道因为哪个台风忘记了，对，所以它就是封闭到去年9月还是几月才开放，对，所以如果说这阵子没有来过的，其实可以来一下。是，来吸收一下芬多精。这就有写有发电进水口，所以进水口在这。然后我们刚刚站在这蓄水池，就这一块，可以完全感受到那种缺水的。对啊，这个小溪。对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小水，算是一个小水库吧。这些石头都已经外露了。对啊。哦，这里没有遮阴，有太阳了，有太阳了，我们走快一点。现在走到热水桥了，那热水桥这边就是可以看到瀑布的第一个地点。那我们看往左边看，那我们刚刚在热水桥那边就是拍照，然后现在这个是下层瀑布，然后等一下上面还有一个上层瀑布。那在这地方就可以其实蛮近距离的看这个瀑布的景观，然后听它的声音。不过有点可惜的是，因为瀑布降下来的时候，其实会有一个水风，对，但它水风飘不到我们这个桥上来。对，这个比较像是在旁边，就是比较从高处方向去看。对，那个水池看起来好舒服哦。对啊，就会很想要就是坐在它旁边，然后休息。对，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后面还有一个小瀑布，等下再往上走。我们要去看上层瀑布，然后途中就会经过这个下层瀑布，越来越靠近它。上层瀑布也是一个平台区。好了，我们来到了这个上层瀑布，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个瀑布它是更近，然后它的那个湖面更宽一点。对，开始有风了，这边就会有风。但它还是不够高，不够高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冲下来的那个那种气势。但是这边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它有那个水汽的风，它还蛮舒服。下层瀑布也可以有这样近距离的话，就应该也可以感受到更强的风。对啊，那我们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，吃一下我们的小点心。这是我们的那个大皮蛋。对。然后因为我们从买到这里应该已经过了40分钟了，所以它看起来其实有一点就是被闷到的感觉。哦，漂亮。配料这些其实是蛮丰富的。对，大蒜、青葱跟9层塔。那我要来出喽。然后我们这个是泰式的，就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大皮蛋，然后可是还没有吃出什么泰式的感觉，还是没有什么泰式的感觉，它是不是做错了？那就本身就是酱的问题，还是它的泰式就是放9层塔？我不知道。
后面就是瀑布。皮被放久了一点，稍微可惜了一点点。那要配这些料。吃九层塔就有一种在吃巧克力的感觉。这还蛮不错的。买它的小米甜甜圈，它的口感有点像是麻糬感觉，但是它又是有那个甜甜圈的那个甜味。它最后有丢进糖粉去沾糖霜，就是中间那个面皮是有点像麻糬那样，有点弹性，很厚，还不错吃，口感还不错。它又有点像那个 Mr. Donuts 它那种波提，那一颗一颗的那种，咬起来的口感也是这么 Q。好，那我们看完瀑布之后，发觉就是天气好像有点转阴，感觉快下雨了，所以我们决定就是沿着原本的关瀑步道，就是先走回去好了，不然等下如果雨下下来的话，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。对，这里比较算是深山一点了，比较容易有那种午后的大雷阵雨。走出来了，那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刚好是7月中，就是现在非常的热。其实走过去那一带其实蛮多枫叶的，所以我们可能就是等11、2月，就是秋冬转换之际，可能会再来一次，就是看一下这边的景色。那离开内洞之后，我们要去泡汤啦。我们来到了乌来名汤，然后现在刚好有特别的活动，因为夏日人潮比较少，还有促销。250块就可以泡，然后含一杯饮料。去泡汤喽！现金价，我们看到，有点反光。进来还是？好，我要大众2位。那边抽500。它的饮料是出来才喝吗？也可以外带进去用啊，都可以看你们。碍于个人的隐私，温泉的部分我们就用照片呈现啦。那我们刚刚泡完汤离开之后，我们要来找我们的晚餐啦。那我们今天选的就是这个，去乌来必定会经过的这一间店，叫台积店。它的汤咖啡其实是蛮有名的，就是烤的鸡肉，然后旁边都有附这个马告的这个胡椒粉。它这个肉切超大块，看到这块肉，超大块，满满的肉，这样吃起来超爽。吃完这一餐，我们今天的乌来行程就告这一段落。我们先吃了2家冰棒，一家是哈尔冰棒，一家是桂山电厂的冰棒。然后吃完之后，我们就去了老街。接下来我们就是带大家去内洞看国家森林公园，还有里面的这个瀑布。吸收完芬多精之后，我们就去泡汤啦。来乌来一定要做的事情。对，那泡完汤之后，我们就来到现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台积电。那我们来这边吃它的汤阿给作为今天的 ending。那我们最后就是把我们今天的花费列一个明细表在这里，你们可以参考。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千元游乌来的行程。是的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。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，记得按赞并分享。想看更多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同时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